量脖围其实很简单，但是就记得要量就是了哈。那其实正确量法大概就是找脖子的中段哈。那男生大概会经过喉结的部分哈，那女性大概也就是在中段的部分哈。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我们睡眠医师每天要做的事情啊，所以睡眠科的医师都比较会打领带啊，就会帮别人拉领带。所以我来示范一下哈。那谢谢客运公司，他们为了提供这个哈，在他们的据点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量尺哈，那帮我们来完成这个刚才讲的 Star Band 的一个问卷哈，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。所以当我们量的时候呢，那其实就是很温柔的帮他绕脖子一圈，然后我们看到两边轻轻的哈，不用勒太紧哦，大概这样子那可以宣布吗 ？OK， 好，所以有没有超标的问题呢？46。哦，所以是超过了男性的这个对，超过男性的38公分哈，所以其实这样的比例其实会蛮高的了哈。那所以可能大家没有量都不知道。那刚才那个艾登姐有讲到一件事情哈，因为大部分有呼吸中止人脖围粗的不习惯穿衬衫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那个衬衫的领子多长，这是一个哈，但是他们因为都穿 T 恤哈，所以就量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除了问卷填写，然后到那题答不出来的时候，就简单量个脖围哦，大概只要半分钟的时间就知道你有没有，然后就知道有没有需要进一步寻求医疗的协助哦。我们再一次谢谢客定公司，那也谢谢各位的媒体朋友对这个议题的关注哦。那台湾睡眠学会在专业的立场，我们也希望推广睡眠的健康，让大家真的能够睡得好，然后心灵优质哈，然后世界美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稍后呢，我们倒数3、2、1之后呢，我们一起向正前方大家还喊一下"我爱梁博维"，好吗？